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真所的阿修。今天我们要来深入拆解一场美国最高法院的指标性判决 ——Learning Resources 公司控告川普案。这可不只是一场普通的商业诉讼哦，它直接挑战了美国总统权力的极限，问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总统的权力边界到底在哪里？好，在开始之前，我先请你想象一个情况：假设你开了一间公司，你赖以为生的进口商品，它的成本突然之间因为政府一道新的命令暴增了整整 145%， 你说这对你的事业会是多大的冲击？这不是什么假设情境，这是真实发生的事。这家叫 Learning Resources 的教育玩具公司，他们的执行长就用几乎窒息来形容当时的惨况。一家好好在做生意的企业，就这样一夕之间被卷入了全国性的关税风暴里。好，那今天呢，我们会分成5个部分来聊这个故事。首先，看看这一场关税风暴是怎么来的。接着，我们会分析总统到底凭什么法律这么做。再来是挑战者们如何画下宪法的红线。第4部分，最高法院的最终判决。最后，我们来看看这场对决结束后留下了哪些新的问题。OK， 第一部分，我们先回到风暴的起点。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紧急权利可以引发这么巨大的贸易危机？事情是这样啊，在2025年，当时的美国政府以打击毒品走私还有解决贸易逆差为理由，采取了一个非常激烈的手段。他们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然后呢，引用了一部紧急权利法，对几乎所有贸易伙伴，注意哦，是几乎所有，都加征了巨额的关税。可以说，这一步棋在一夜之间就彻底改变了全球贸易的游戏规则。那问题来了，政府凭什么可以做这么大的决定？他手上的法律王牌到底是什么？好，这就带我们进入第2个关键点：种种的法律权利以及这部充满争议的法案 IEAPA。整场法律攻防战的核心就围绕着这部在1977年制定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简称 IEEPA。这部法当初的设计是为了让总统在面对来自国外的不寻常而且巨大的威胁时，可以用一些工具，比方说管制进口之类的经济交易。但魔鬼就藏在细节里，管制这2个字到底有没有包含直接课征关税的权利？这就是整起案子最大的争议点。这里就有趣了。我们回头看历史，从1977年到2024年，这将近半个世纪美国总统们用过 IEEPA 超过70次，但几乎全部都是用来做经济制裁，像是冻结某个国家或恐怖组织的资产。从来没有任何一位总统拿它来对全世界普遍性的课征关税，所以这一次的用法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好，面对政府这么大的权力扩大，反对的声音当然就出来了。他们直接画出了一条宪法的红线，这就是我们的第3部分。来看看挑战者们是怎么对总统的权力提出致命一击的。这里的冲突点可以说是再清楚不过了。美国宪法第1条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只有国会有权利规定并征收税金关税。但现在行政部门却主张 IEAPA 法条里头那句模糊的管制进口，就赋予了总统同样的权利。那问题就来了，管制的权利真的可以大到凌驾宪法赋予国会的专属征税权吗？为了反击，挑战者们搬出了一个法律上的大绝招，叫做重大问题原则。这个原则的核心概念其实很直白，简单来说就是：行政机关，如果你想要做一件会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产生巨大影响的大事，你手上必须要有国会明确、具体而且毫不含糊的授权才行。你不能自己拿着一条模糊的法律就扩大解释。他们的主张就是，你要建立一个影响几千亿美金的全球关税系统，这绝对是一个重大问题。光靠 IEBA 里管制这2个字根本不够力。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持反对意见的大法官们就认为，这项权利其实很明确。他们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说政府的观点就像是在一个专门为大象设计的洞里，理所当然地找到了一头大象，一点也不奇怪。他们的意思是，在紧急状况下要管制进口，那征收关税本来就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工具，这根本不是扩大解释。好了，两边的说法听起来都很有道理。
那么这一场关于美国权力分立的里程碑对决，最高法院最终是如何判决的呢？我们进入第4部分。就在2026年的2月20日，最高法院以一个相当悬殊的票数6-3做出了裁决，判行政部门败诉。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所写的多数意见书可以说是一锤定音。他写道，总统主张他拥有单方面施加无限金额、期限和范围关税的非凡权利。要行使这种权利，他必须明确指出国会的授权，但他无法做到。这句话讲得非常重，意思就是你要这么大的权利可以，但请拿出国会给你的授权书。结果呢，拿不出来，所以征税权依然属于国会。OK， 判决是下来了，但事情还没完。这个判决所带来的后果，反而引发了一连串全新而且更加复杂的挑战。首先，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钱。你想想，在判决下来之前，政府已经收了超过1290亿美元的关税，现在法院说这不合法，那这笔天文数字的钱该怎么办？你可别以为钱会自动退回大家的户头哦，没这么简单。首先，进口商必须自己主动去提出索赔，接着能不能退款，还要看每一批货物超级复杂的清算状态是什么。最后，整个过程还要丢到国际贸易法院去打官司，所以很多人都说，这根本就是一团法律上的烂摊子。那政府这边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IEEPA 这条路被堵死了之后，他们很快就启动了所谓的 B 计划。他们开始更积极的去用其他的贸易法规，像是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的232条款，或是专门对付不公平贸易行为的301条款，来继续推行他们的关税政策。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最高法院在其案件中划下了一条非常清楚的界限。总统，你不能拿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这种紧急重大法来普遍性的课征关税，因为征税权是宪法保留给国会的专属权利。这起案子不只再次确立了权力分立的重要性，也让我们看到，即使法院做出了判决，政府还是会循着其他法律工具，代表这场贸易政策的角力其实还在继续。这最终也为我们所有人留下了一个更深层的思考。当国家面临所谓的紧急状态时，权力的界限应该划在哪里？又要如何确保危机不会变成破坏宪法原则的借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